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时。第一次见面时，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导致对话很快就中断了，无法继续下去。不知道该向对方传达什么，无法流畅地表达自己。曾经有失败的经历，不明白为何会惹恼对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能引起兴趣，无法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导致沉默时间过长。有很多人都遇到这些困扰。有一本书一直在帮助那些拥有这些困扰的人。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是《人生90%靠说话方式》。你是否曾考虑过，如果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生活将会更顺利？实际上，许多人对自己的说话方式缺乏自信。你并不是唯一一个有这些困扰的人。这本书清晰简明地教授了提升绘画流畅度的方法。我强烈推荐给所有有交流困扰的人。这是一本非常优秀的书。让我们先给出结论：改善对话技巧的方法就是只需要避开与不擅长的人的对话，增加与喜欢的人交谈的时间，专注于这一点，你以前为之困扰的人际关系问题将会消失的令你感到不可思议。通过与喜欢的人交谈，你的说话方式会变得更加流利，你就会逐渐不再害怕不擅长的人，甚至开始受到他们的喜爱。你周围的人们不仅会喜欢你，还会为你带来机会和金钱。那些在交谈中受益的人几乎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一些微小的差别。只要你掌握了这些，你的日常交流就会变得更加顺畅。通过改善日常交流，你的生活将变得更加丰富。相反，一点点思考方式的差异可能会导致人际关系的恶化。有没有人因为一句轻率的话而得罪了周围的人？有没有因为少说了一句话而损失了什么？你的说话方式会对对方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个分界点取决于你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表达，因此改变说话方式的根本性是必要的。最近关于说话技巧的课程到处都充斥着学习者，这反映了很多人对说话技巧的困扰。即使学习了口头表达技巧，遗憾的是，事情并不会变得更好。因为倾听你讲话的人不仅仅是听你的言辞，还会综合考虑你的表达方式。你一定会觉得，如果对方只是靠口头技巧，你很少会相信这个人的话，也很少会对这个人产生积极的印象。大家一定会综合考虑对方的言行，才会决定是否信任对方或者给予好印象。所以说，我们需要从根本上学习如何交流。通过从根本上学习交流技巧，你的生活将会得到彻底的改变。是的，仅仅通过改变说话方式，你的生活中的90%就会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真谛吧。今天要介绍的内容分为以下3个部分。第一部分，没有否定的空间；第二部分，如何创建没有否定的空间；第三部分，不预习就开始对话是错误的。所有这些内容都非常实用，请务必享受到最后。那么，让我们开始吧。第一部分，没有否定的空间。小时候喜欢聊天，可以积极地与任何人交谈，但随着长大，却渐渐失去了这个能力。我认为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为什么有些人会认为自己不擅长说话呢？这通常是基于经验的。比如，在公开演讲时，突然感到一片空白，被告知自己说的话听不懂而失去了信心，被说声音太小而不知所措。这些痛苦的经历积累起来，让人们认为自己不擅长说话。这可以说是在言语表达方面失去了自我肯定感的状态。自我肯定感这个词是你需要记住的关键词之一，这是一个你应该记住的术语。很多人可能都听过这个词，最近在电视和杂志上经常被提及。对于不太了解的人，让我来介绍一下。自我肯定感就像字面意思一样，指的是一个人是否能够对自己充满信心，对自己的能力、价值和价值感到肯定和自信的心理状态。比如说，无论周围的人怎么说，我现在都在认真地过着自己的生活，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能够立即表达这种想法的人，可以说是具有高度自我肯定感的人。另一方面，总是担心自己是否被周围的人看作是缺乏自信的人，
就可以说是自我肯定感较低的人。那么你呢？你能够对自己充满信心吗？接下来，让我们来讨论一下日本人的自我肯定感。一般来说，日本人的自我肯定感是高还是低？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日本人的自我肯定感处于什么位置？根据针对高中生和7个发达国家的调查数据，日本竟然排在第7位，垫底了。为什么日本人的自我肯定感会如此之低呢？这背后有着社会背景的原因。战后的高度经济增长时期，许多日本人为了让社会变得更加富裕，努力工作，以期待日本的复兴。在战后，许多日本人并不是追求个人欲望，而是有更大的社会目标和使命感。他们怀有让整个日本社会变得富裕的愿望而工作，通过为社会做贡献，他们能够满足自己的成就感、自豪感，增强自我肯定感。这是一个时代，当你努力工作时，整个社会会变得更加富有，所以人们努力工作。然而，尽管为公司尽职尽责，社会并没有变得更加富裕，相反，自己的地位、收入和生活受到威胁，这也开始出现了。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不能再说是为了社会而工作，而是尽力保护自己。这样一来，人们失去了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社会变得更加富有的实感。随着这种情况的发展，人们的欲望开始更多地转向自己，过去的成就感和冒险感变得越来越难以获得，自我肯定感也变得越来越难以满足。这可能会令人感到意外，但研究表明，相比利己主义者，利他主义者的自我肯定感更高。如果一个人总是想着自己，只为自己谋利，结果会导致自我肯定感降低。然而，现在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不考虑自己就无法生存的地方，因此每个人都可能失去自我肯定感，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一旦失去了自信，无论做什么都会变得困难。显而易见的是，与人交流也会变得困难。我并不是在说要成为自恋者或者充满全能感，而是要拥有健康的自我感觉，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自信的根源。有了自信，你才能够自信满满的说话，而且会说得更多，自我肯定感也会更高。相反，如果你不能很好的交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这就会导致自我否定感，因而你会陷入恶性循环。因为你无法很好的交流，所以你逃避对话，进而导致你越来越不擅长对话。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因为1-2次失败就认为自己不擅长交流。许多人却因为少数几次失败或者别人的无情批评而对自己的交流能力产生了负面意识，他们被迫认为自己不擅长交流，尽管这并不是必要的。因此，我们需要如何重新获得在过去苦涩的经历中失去的自我肯定感呢？对于一般的自我肯定感问题，我想分享一下通过交流来重新获得自我肯定感的方法。特别是因为失去交流而失去的自我肯定感，最好的方法还是通过交流来重新获得。这就是全肯定的重要性所在。绝对不要让对话对象感到否定，同时也不要让自己感到否定。换句话说，就是要在与对方的交流中创造出没有否定的空间。人们倾向于肯定那些肯定自己的人，所以如果你不否定对方，对方也会逐渐不否定你，这就是一种相互促进的状态。在这种体验中，自我否定感会自然消退，自我肯定感会增强。原本不喜欢说话的原因，要么是因为说话不顺利而自我否定，要么是因为有人否定了你的说话方式。因此，不否定对方是至关重要的，互相肯定对方，同时将自己置身于没有否定的空间中是至关重要的。只要你能轻松愉快地表达自己，你的说话方式就会变得更加娴熟。此外，人际关系也会比现在更加轻松融洽。这种不否定对方的生活方式，正如大家在正念中所说的那样，几乎是一种方法。大多数人并不是不擅长说话，而是他们将自己的心态
带到能够说话的状态上。而为了进入能够说话的心态，重要的是创造一个没有否定的空间，请务必牢记这一点。那么我们该如何创造这样的肯定空间呢？这将在第二部分中进行讨论。第二部分将重点介绍如何创造肯定的空间。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已经解释了通过将自己置于没有否定的空间中来恢复自信，从而能够开口说话。然而，在当下的日本社会中，这种没有否定的空间并不容易找到。如果你仔细倾听周围，到处都可以听到否定的言辞。对于生活在这样的日常中的人们来说，创造一个没有否定的空间似乎是一种梦想。但是通过一点点的努力，我们是可以创造出这样的空间的。为此需要遵循3个规则：不否定、点头和关于积极对话的部分。让我们一一详细了解这些规则。第一个规则是不使用否定性的言语，因为这会使对话氛围变得越来越消极。然而，我们往往无法避免使用否定性的言辞，这是因为学校教育存在问题。在当今的学校教育中，对于事情是对还是错的判断被视为最重要的价值观。这种判断在学习和生活中都是必要的。因此，受到这种教育影响，我们在社会中也会倾向于根据事情的对错来做判断。人们常常会将他人的言论划分为正确与错误，甚至连自己的言论也会如此。对你来说是错误的事情，对别人来说可能是正确的。社会不应被视为学校的选择题考试场所。在会议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当有人发言时，会出现这不对或这可能不对的气氛。这种气氛会笼罩整个会议，导致人们的潜力和表现受到压制。人们往往会选择保持沉默。然而，在会议中，真正重要的是让意见和感想不断涌现出来，而不是一开始就执行预先确定的正确事项。如果只是要执行已经确定好的正确事项，那还有必要开会吗？为了实现正确的目标，关键是要获得尽可能多的意见，而不仅仅是意见的质量。通过收集更多的意见，每个人的表现都会得到提升，这才是最重要的任务。需要摆脱在学校教育中根深蒂固的2选1的思维定式，不再觉得必须给出唯一正确的答案，而是要鼓励大家毫无保留地提出各种意见。这样会使会议的氛围变得积极向上，也会让人更容易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这同样适用于日常生活。例如，当父母对孩子的意见做出所有指示时，孩子们渐渐不再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知道自己的意见会被指导，就没有人会特意说出自己的意见。结果就是对话减少了，关系变淡，进一步导致对话的减少，形成恶性循环。要做到不插入自己的价值观，而是倾听对方的意见，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绝对不要做出指示。请记住这一点。第2个规则是点头。点头是一种简单的动作，但在人际关系中，掌握这种习惯非常有用。这种点头的文化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产生一种安心感，是最佳的方法。每个人在公开发言时都会感到紧张，但如果有人在一旁点头听，人们就会自然地变得更加有信心。只要能得到点头，不管说什么，都会感到安心。这种安心感会不断增强说话的能力，逐渐释放出来，就像站在支持的力量上一样。换句话说，你会变得更加自信。人的表现力在放松时往往比紧张时更好。与之前的讨论相呼应，听众被点头肯定会更自然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因此请有意识地增加点头的次数。如果可能的话，还可以微笑。第3个规则是积极交流。积极的话题会让人振奋，而消极、否定的话题则会影响自己，降低听众的能量。赞扬他人，讲述感人的故事，致力于改善现状，所有这些都会营造积极的氛围。遗憾的是，我们周围充斥着负面的言论，我们不自觉地习惯了负面的氛围。在很多情况下，
人们互相抱怨领导，抱怨工作的无聊和缺乏动力。要将这样的地方转变为积极的场所，并非易事。如果你真的想改变自己的说话方式，就尽量避免这样的地方，远离他们，投入到积极交流的环境中去。在1对1的对话中，当出现负面话题时，你可以转移到积极的话题，但在多人交流的场合，这可能有些困难。因此，当出现负面话题时，首先要有意识地离开现场，知道自己可以离开，不必勉强留下。通过意识到以上3个技巧，你就能够置身于没有否定的空间中，身处没有指责的环境中，可以促使人们更积极地表达自己，并逐渐找回内心的本真。首先要将自己置于被全方位肯定的氛围之中，这是至关重要的。尝试着去实践这一点，并融合第2部分的内容。要创造出没有指责的环境，需要遵循3条规则：不否定、点头和积极对话。记住，当出现负面话题时，你可以选择离开现场，这一点要时刻铭记在心。希望大家能够从今天开始在生活中实践这些规则。接下来，让我们探讨一下第3部分。不预习就开始对话是错误的。首先要了解人们心里的3大原则。这3大原则是：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最重要，对自己最感兴趣，每个人都希望被他人认同、被了解。人们倾向于喜欢那些能够理解他们的人。掌握了这3点，你就能够更受人喜爱。顺利交流的人通常能够很好地实践这些原则。最近关于交流技巧的书籍数量很多，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些知识，但实际上，能够实践这些知识的人却很少。当面对需要打破沉默的时刻，我们会感到紧张，开始说自己的话。我们在头脑中焦虑地寻找要说的话，结果却完全忽略了对方的发言。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尽管许多人都知道倾听对方的话很重要，但却无法实践。如果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就必须找到实践的方法。而实现这一点的方法，就是进行交流前的预习。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做？在那种情况下，什么样的话语是有效的？你可以将关键词和反应列成列表，记住它们，并根据情况加以运用。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样做会显得虚假，但只有完全掌握了反应，才能专注于绘画的主题，而不用费心思考如何讨好对方。如果你在头脑中反复思考如何讨好对方，会导致无法专注于绘画内容。牢记关键词和反应是进行富有成果的对话所必须的。让我介绍一下作者准备的一部分列表。是的，我明白了。我知道，你经历了很多。是的，你很棒，你很努力。太好了，我也很高兴。这真了不起，果然是你呀。我明白了。然后呢？变得有趣起来了。这真的很有帮助。谢谢你，我真的很高兴。非常感谢你。大家一定会成功的。我会支持你的，让我们一起思考吧。多亏了你，我需要你的帮助。今后也请多多关照，有意识地存储这样的关键词。与当场凭空想象对话相比，结果会完全不同。如果你只是在记忆水平上记住了这些关键词，那么在实际对话中是不可能使用它们的。人的心理可以大致分为意识和无意识。例如，依靠意识力量的记忆方法，就像将明天的考试内容一口气记住一样。尽管在考试时可能还能勉强记得，但一旦考试结束，就会立刻忘记。相比之下，为了记住绘画的关键词，我建议使用无意识的力量。这种方法更值得推荐，因为最终目标是将其变成习惯。习惯化的事物很少会从你的心灵中轻易消失。通过在日常生活中多次使用绘画中的关键词，让它们渗透到身体中。如果觉得记忆困难，可以将那些词组贴在常见的地方，比如厕所的墙上，直到它们自然地从口中脱口而出。这就像备考一样，是为了改变生活而进行的努力。如果你想通过改变说话方式来改变人生，那就需要相应的努力。
仅仅阅读一本书并不能立即改变人生。如果你想要改变生活，就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思维方式和说话方式，因此当然需要付出努力。我希望你能铭记这一点。现在让我们介绍一下在视频结尾应用了第3部分学到的关键词，并自然运用的说话技巧，这就是所谓的话题拓展。使用话题拓展，你甚至不需要思考如何扩展对话，因为对方会自己拓展话题。你只需要在倾听对方的同时，逐渐拓展话题，这样你就会得到对方的好感，最终他们会想再次见到你。这种方法就像魔法一样神奇。我建议你掌握这种技巧，并在今后的对话中运用。在话题拓展中，有一定的顺序，感叹、重复、共鸣、赞美、提问是5个关键。第一个是感叹，在听到对方说话时表达惊叹，比如哇、啊、真的吗等。聊天技巧高超的人能够灵活运用这些感叹词，巧妙地与对方的话相呼应。感叹有2个关键点，首先在自己说话的结尾处加上表情符号，以表达情感。如果你在社交方面不太擅长，试着连续使用感叹符号，并尝试用情感来装饰它们。第2个要点是延长感叹词，也就是延长感叹词的发音。比如是吗？试着比较一下延长感叹音的是吗和不延长感叹音的是吗，你会感受到延长部分所带来的情感，这种情感会传达给对方。第2个技巧是重复，重复对方的话。比如说，我最近整天都在滑雪。对方说，哦，是在滑雪吗？如果对方说，我最近和男朋友相处的不太好，你可以回答，哦，原来是和男朋友相处的不太好啊。通过这种重复，对方会感到被理解，然后更容易地继续下一个话题。请尝试使用这种重复技巧。第3个技巧是在对方的话中表现出情感，以示理解。比如说，我明白了，那一定很辛苦吧？很好，你做得很棒等等。这种表达可以更好地与对方的情感共鸣。可以在听到对方的话时深深地点头，表情与对方一致。有时候可以表现得热情一点，有时候则安静一点。第4个技巧是赞美对方，比如说太棒了，真了不起，你真厉害等等。就像我在提到感叹词时说的那样，请尽量用十分感动的感叹词来传达你的赞美。第5个技巧是提问，以便继续对话的发展。你可以问后来怎么样了？再告诉我一点，现在还好吗？不觉得难受了吗？等等。在合适的时机提问，可以让对方的话题不断地延伸下去，然后对话可以自然地展开。以上就是扩展话题的5个步骤。使用这些技巧的目的是扩展对方的话题。尽管你可能是对话的主要发起者，但请意识到你拥有主导权。即使你是谈话的焦点，人们基本上都希望被理解。这就是为什么在使用扩展话题时，对方会感到高兴地说很多话。这种积极的感觉会给对方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增加再次见面的可能性。在这里，刚刚学到的反应关键词就变得很重要了。比如简单的表示共鸣、赞美和称赞都是反应。如果每次都用同样的词语，就会显得刻意，而且对方可能会怀疑自己的话是否被认真听进去了。通过使用各种各样的反应关键词，对方会更愿意畅所欲言。关于提问，提问的方式和提问的多少也会影响对方的回答。因此，为了扩展对话，记住各种关键词的重要性非常重要。希望你从今天开始，至少每天学习并运用一个可用的短语。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